我有一个患有失语症的哥哥，由于他的特殊，我不得不在平日里多照顾他。直到那天晚上，他把我压在墙角，眼神黯然不明，我才明白他之前全是装的。沈明玉是我没有血缘关系的哥哥，他是在我出生前被我爸妈从福利院领养回来的孩子。沈明玉长得很好看，皮肤冷白，面部的线条干净利落，垂眸时的睫毛又长又浓，整个人天然带着一种疏离感。但就是长这么一张好看皮囊的人，我却从来没有见他开口说话过。爸妈说，因为他在小时候受过一个很大的刺激，导致他心理出现问题，变成现在这样。因此他们没事时就叫我多和他亲近一下，平日里多照顾他。其实我也想的，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感觉他对我很冷淡。虽然我们生活在同一屋檐下，但行同路人，除了每天放学在同一张餐桌上吃饭之外，再也没有其他多的交集。我想可能是他对我这个妹妹身份的排斥吧。因为在我出生之前，爸妈的关注点全是都放在沈明玉身上。爸妈会陪他过生日，带他出去玩，慢慢引导他解开心结。而这一切在我出生后，这些习惯被慢慢冷淡。在沈明玉眼里，我可能就像是一个拿走养父母对他爱的小偷。父母工作都很忙，家里都是请保姆阿姨给我们做饭。那天我正常放学回家吃饭，时钟转向了6点，而餐桌上依旧没有沈明玉的身影。我们虽在同一个学校，但从没有一起上下学过。一般我晚饭差不多吃到一半时，沈明玉就会回来。虽然平时放学都会比我晚，但是从没有这么晚点过。我心里有少许不安，毕竟我是保证过爸妈平日里会照顾沈明玉。现在人玩失踪，那不就要拿我兴师问罪吗？手上的饭瞬间不香，我决定回学校找人。结果到了学校，我找遍了教室，也没有看见熟悉的身影。我走在校外的街道，心急如焚，正考虑要不要掏出手机报警，突然听见前方巷子内传出一片躁动。这他妈小子挺耐打呀！在一群拿着铁棍的混混中，我一眼就看见了中间伤痕累累的沈明玉。那张清冷的脸上多了许多血色的伤痕，即使白色的校服上一片狼藉，他依旧高挺地站着，沉默藐视着眼前围堵的人，像一只刚刚经历杀戮后的白天鹅。不说话，他妈装清高来勾引老子女朋友，我他妈叫你说话，耳聋啊？喜欢装哑巴是吧？好，老子让你一辈子别说话。刺耳的金属刮地声传过，里面的一个大个子抡起手中的钢管就要砸向沈明玉，下一秒他突然被窜出来的黑影猛地撞了一个踉跄。嘶！我捂着我的鼻尖，疼得龇牙咧嘴。这大个肌肉是真他妈硬啊！猛冲性的一撞，惯性让我撞到高大个粗壮的手臂上，生硬的肌肉让我脸压变形，鼻尖的酸涩不亚于吃了一口芥末。旁边战损版的沈明玉虽然依旧沉默，但是我仍能感受到他看我的眼神中带着震惊与意外。妈的，谁？高大个的话还没说完，突然听到远方传来的警笛声。你们几个在这干嘛？几个穿着学校保安服的人对我们严声道。看见学校保安的到来，刚才那些混混嚣张近下为米，全部七传八乱的慌忙逃走。别跑！趁着一片混乱，我拉着沈明玉悄悄离开，两只手紧紧地牵着，几乎能感受到对方手心的温度。沈明玉看着眼前的女孩，又低眸看向自己被紧握的手，眼眸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我一路拉着沈明玉走到学校附近的药店，然后转头把她安顿在外面的长椅。你等我一下呀！我在药店买了一瓶碘酒和棉签。沈明玉虽然没受什么大伤，但是脸上有不少的伤痕。由于身高差，我不得不贴近脸给她上药。大概这也是我第一次和她这么近距离接触，近的可以看见她下落的睫毛，我们彼此的呼吸声。我先用纸巾轻擦掉血迹，然后用棉签小心涂抹着。上药时，她倒没有我想象中会躲避和嫌弃，反而乖得像个小朋友一样坐在那里，任我在她脸上涂抹。涂完药膏，我抬头刚好与她直勾勾的视线对上，我耳尖一红，撇开视线试图找话题。那啥，我相信你没有做那样的事。听了他们的对话，我大概知道为什么那群人会找沈明玉麻烦，但直觉告诉我沈明玉绝对不是这样的人。在学校我见过那个大混混的女朋友，她和沈明玉是一个班的，是沈明玉的后桌。两情侣一周有5天在那吵吵和和的，无疑是看到自己女朋友和沈明玉走得近了，就开始疑神疑鬼。世界上总有人渣喜欢拿弱者来发泄情绪，如果你不想告诉爸妈的话，我会替你保密，但是如果下次还有这样的事发生，你一定要告诉我，可以吗？到了晚上7点，路边的路灯渐渐自动点亮，在橘黄色的灯光下，我看见沈明玉轻轻地点了点头。那我们回家吧，我笑了笑，伸手拉他站起来。啊，对了，你饿不饿？我捂了捂咕咕叫的肚子，干笑着，刚才出门太着急找沈明玉，饭有些没吃饱，我们买份菠萝炒饭回去吃吧。我跟你说，那个路口大妈卖的炒饭可好吃了，尤其不知怎么回事，可能是觉得自己立了一个大功，我心情大好，也没管旁边沈明玉的反应，话匣子也源源不断的打开。
已经很久没说这么一大堆话过了。奇怪的是，他竟然不觉得吵。自从上次小象事件后，我和沈明玉的关系开始变得好转。第二天，睡眼惺忪的我正磨蹭着准备去学校，结果在玄关处看见站着的沈明玉。哥哥，我还以为是我没睡醒出现幻觉了。之前我们从没一起上下学过，他起床十分规律，而我老爱赖床踩点，属于是出门八竿子打不到一起的。平时不常见的人突然有天真实的站在你的面前，属实有点诡异。诧异中，我突然注意到沈明玉手上提着的是我的书包。哥哥，你是在等我一起上学吗？我试探性地问道。我看见沈明玉点了点头。天哪，沈明玉竟然愿意主动和我一起上学了！我内心激动得热泪盈眶，这冰冷的兄妹情总算是给我捂热了。整个上学途中，我沉浸在自己内心的欢喜之中，没注意到旁边沈明玉悄悄扬起的嘴角。到了学校后，我们各自去往各自的教室。盛小河，什么事情这么开心呀？我刚到教室，放下书包，就看见冤家同桌谢耀晨支着下巴，语气歉歉。哦，刚刚刮彩票中奖了。我打开书本准备早读，一边故弄玄虚地附和道。他听出其中的敷衍没脑地笑了笑。我们同桌这1年以来没少的就是拌嘴。对了，拜托你个事呗。他举起书本掩饰躲避窗外查询早读的老师，一边身子不禁向我这边靠了靠。我不太喜欢这种突然的接触，下意识躲闪了一下。有话直说，不是我上次抽到咱们班那个手抄报的任务吗？你知道的，我画画向来就不怎么好，你平时不是挺喜欢画画，帮个忙呗。我直接拿书开始堵我的耳朵，选择无视他。1杯奶茶，2杯，2杯，行了吧？加珍珠椰果的那种。好嘞，成交。我笑眯眯的答应。谢耀晨气笑了，也就我能惯着你。放学后，我在约定的地方等待沈明玉一起回家，结果还没见着他的身影，却先看见谢耀晨骑着单车向我驶来。盛小河，还不回家呀？我等人。再说你怎么还在学校？他摇了摇手上的袋子，这不是给你去买奶茶了吗？啊，谢谢，给我。正当我准备去接奶茶时，没注意谢耀晨目光里闪过一丝狡猾，他突然高举手臂让我扑了个空。谢耀晨，你有病！我奋力的想从他手里夺回奶茶，给我呀！但他好像充耳不闻，倚着身高，一手按压我的头，一手抓着我的手，像耍猴似的逗我玩。在争夺中着，我突然感受到背后传来一股冰冷的视线。我转头看见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沈明玉正死盯着我们，眼神冷得宛若0度的冰库。我顺着他的眼线发现他一直盯着谢耀晨抓着我的那只手。哥，我怕他误会什么，刚想解释什么，沈明玉已经冲上来了，把我挣开。谢耀晨拉着我的手，他顺势地牵过我的手，把我拽到身后，挡在谢耀晨的面前。喂，你谁？他这一举动明显也惹怒谢耀晨。在火药味即将触发的前1秒，我抱住沈明玉的腰，拦住想要向前一步的两人，解释道：他是我哥哥。被抱住的沈明玉身体一怔，哦，原来是大舅哥呀！谢耀晨的态度突然来了180度大反转，他把奶茶恭恭敬敬地塞在我的手里，笑喝道：原来是哥哥呀！刚才我跟小何闹着玩的，那啥，我还有事儿就先走了，不要忘记手抄报的事哦。拿着奶茶的我心情没有好太多，感觉他脑子多少一定有点问题。回过神来才发现沈明玉一直盯着我看，眼神中带着明显的审视意味。我莫名的心虚，举起奶茶，哥，我们刚刚真的是在闹着玩，你喝奶茶吗？沈明玉没有理会我的话，而是自顾地接过我肩上的书包，拉着我的手向回家的方向走。怎么感觉提了奶茶他更生气了？这天夜里，天空开始慢慢下起了大雨。写完作业后，我伏在桌上，正想着构思着手抄报的结构，窗外突然闪过一道光亮，随即发出爆炸嘶轰耳的雷声。明明早上还是晴天，晚上就开始雷阵雨。夏天的天气真是多变啊！我看着窗外正出神想着，叩叩，我突然听见小声的敲门声。我打开房门，看见站着的沈明玉。哥哥，你找我有什么事吗？沈明玉会主动找我，这是我没想到的。我还以为那个奶茶的事又让我俩闹掰了呢。他穿着黑色的家居服，低垂着脑袋，闷不作声。他似乎刚洗完澡，可以闻到他身上一股淡淡的清皂味。轰隆！我刚想继续说什么，窗外又是一阵雷鸣。下一秒，沈明玉突然伸手拽住我的衣角，轻颤着。我清晰地看见他那双清冷的眸子闪过一丝害怕。我突然想起父母说过，沈明玉他好像害怕打雷，他是因为一个人害怕，所以来找我的。进来吧。我把他安顿在床上，然后他看着我在房间里四处寻找着什么。啊，找到了！我从一个抽屉里掏出白色的头饰耳机，我贴心地为他戴上耳机，然后顺势坐在他旁边。我还有点工作要忙，你听会音乐。我耐心地跟他解释道，我就在旁边，他就叫我。我不禁内心叹了口气，我真是又当妹又当妈呀。耳机里优雅的音乐声代替了雷声，沈明玉乖乖地坐着床上，
抱着我的抱枕，看起来十分安静。我满意的转身，继续投身于我的手抄报，却没注意到背后的人薄唇轻勾。不知道忙到了半夜几点，我的头困得跟个不倒翁似的，一上一下，昏昏欲坠。就在我的头要砸向书桌的下一秒，我感觉我被揽入一个温暖的怀抱。过来一会儿，额头传来一股明显的触感，轻盈的，像羽毛一样。我总感觉我鼻尖萦绕着一股淡淡的清皂味。早上醒来，我发现自己是睡盖着被子睡在床上的，昨天沈明玉坐的位置早已空空如也。高中3年来，我和沈明玉都一直像普通兄妹一样生活着。我一直以为我们会一直维持这种关系生活下去，但没想到这种不痛不痒的关系却在我高考结束的那年暑假打破。高考结束那晚，闺蜜拉着我去清吧说要聚一聚，大概是因为刚从学业中解放，野心放大，平时滴酒未沾的我在闺蜜的怂恿下喝了几杯。我的酒力是真的差，才2杯人已经开始飘飘然了。喝的懵懂间，我看了看手机，发现时间不早了，我打算去门口吹风吹醒了再回家。没想到头昏脑胀的我刚走到清吧门口，就遇见了谢耀晨。盛小河，你要回去了吗？我应了声，准备打开手机叫车。没注意旁边谢耀晨的脸色开始变得不自然，说话开始支支吾吾。那啥，不能一会再走吗？我有话想对你说。我一脸不解，现在说不行吗？现在喝了酒的我头昏得很，只想回家抱着被窝呼呼大睡。眼前的谢耀晨脸开始变得煞红，语气有点急躁，这事怎么能现在说？我翻了个白眼，抬腿就走，爱说不说。没走几步，谢耀晨突然追上来拉住我的手，我吓了一大跳。干嘛呀你？以往嬉皮笑脸的谢耀晨这会儿突然一脸的正经看着我。我想说的是，盛小河，其实我一直对你。他的话音未落，我身子突然被一股更强的力量拉入一个熟悉的怀里。懵逼中看见来人，我睁大眼睛，酒都醒了几分。哥，沈明玉。他这几天不是在公司忙吗？我从小家管很严，这次是瞒着沈明玉自己偷偷跑来喝酒的。上一秒给沈明玉发个信息说我还在和闺蜜在河边散步，下一秒人就抓到清吧门口来了。沈明玉整个人像笼罩着一层阴翳，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他就夺过我的手，一个表情都没留给谢耀晨，拉着我是手就走。中途他走得很急，我感觉我的手要被攥断了。哥，你慢点！我被他塞入他的车内，没想到下一秒他却俯身手撑着我的座椅，以上位者的姿势垂眼看着我。我被盯得头皮发麻，心里的狱警不断叫：盛小河，这就是你说去散步啊？什么情况？我有些不敢置信地看着眼前的人。你什么时候会说话的？爸妈不是说他有失语症来着吗？虽然之前设想过他的声音应该会很好听，但这么多年我真没想过沈明玉有天会开口讲话。沈明玉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整个车厢安静的要命，我和他就那么面面相觑。我受不了这气氛，心虚使我先萎靡。我知道去喝酒是我不对，下一秒我的话被他打断。程小河，我喜欢你。什么？我怀疑我耳朵听错了。不是，等下，沈明玉你疯了，你是我哥。我的话被他落下急切又霸道的吻堵住，不知道是不是酒精的作用，我被他吻得神经发麻。最后他退开，用手指轻磨我的嘴唇，似笑非笑的表情，没有一丝温度，没有血缘关系，哪门子的哥哥？我发誓我真的大脑宕机了，刚得知我有自闭症的哥哥会说话，下一秒我的哥跟我告白，他妈的人生这么乱套了吗？等下，后面无地可躲，我只好推着他的肩膀，怕他又做出什么惊人的操作。我努力妥协着我们的现在这复杂的情况，能不能先给我一段时间思考一下？短时间内发生2件不能让我接受的事情，这是要逼死我的节奏啊！沈明玉沉默地看着我，眼里是我看不懂的情绪。你要躲我吗？我也没否定，祈求道：我们先各自给自己一点时间，可以吗？沈明玉沉默，回应我的只有那扇关闭的车门。是的，我和沈明玉又冷战了。自从那天后，我们又像回到刚认识的那几年，各过各的生活。我甚至有意识地开始躲避和他接触，每天为了避免和他尴尬碰面，我没事就去外面闲逛，找看有什么暑假工作。有时我起床时，沈明玉已经去工作，手机消息提醒我锅里有热的早餐。虽然还在冷战，还不忘做好哥哥。我吃着碗里的奶黄包，心里五味杂陈。吃完早餐，我继续去街上毫无目的乱逛，但没想到的是，我会再次碰见谢耀晨。回忆上次的情景，我一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上次我哥他是因为我喝酒，他有点生气，所以才那么没礼貌，你不要在意。我讪讪地开口道，只是因为你喝了酒。他突然打断我的话。谢耀晨不是傻子，他从沈明玉的眼神中就什么都明白了，那种姿势像是在维护自己独属猎物。他也是男人，不可能不懂沈明玉漆黑同人的那抹占有欲。盛小河，你其实自己也明白的吧？即使上次我的告白没有被打断，你也会拒绝我的，对吧？我一时噎住，不知道说些什么，但也没有否认。
谢耀晨苦笑了一声，你明明很在乎他，早点看清自己的心吧，盛小河。我还没来得及回应，谢耀晨大力揉了揉我的头，然后丢下这句话，头也不回地从我身边走过。我望着他的背影，懵在原地。他什么意思？他以为我喜欢沈明玉？我喜欢沈明玉？我的脑子像是被这个念头吓住了，赶紧摇了摇脑袋，想把这个想法抛出脑外，但思路偏偏就是剪不断，理还乱。走在路上，越是想着不去想他，脑海里却全是沈明玉。抛开那天他对我做的出格事以外，沈明玉一直是一个很好的哥哥。父母因为工作常不在家，一直都是我们相扶相依。在我第一次来例假时，会贴心地为我准备好护垫；在我学习上有困难时，他主动地把学习笔记给我标上重点。虽然他看起来总是对人冷冰冰的，但在接触中我不难感受到沈明玉其实是一个内心非常温柔细心的人。等我回过神，才发现我已经想了一路的沈明玉。不可否认，我是有点喜欢沈明玉的。从小我就挺颜控的，还记得小时候得知我有漂亮哥哥的时候，心里还是蛮高兴的。每次照顾他也不免有些私心，但一想到他这几年的自闭症是装的，我就不由得有些后怕。我觉得我自己根本就不了解沈明玉，他过去是怎样的人，过的什么生活，这些我都不知道。在躲了不知道沈明玉多久后的一天，我照常在湖边绕了2圈，估计沈明玉差不多回房间工作的时间我才回家。我打开家门，扑面而来一股酒味，走近就看见正在合眼靠在沙发上的沈明玉。哥哥，你是喝酒了吗？无人回应。哥。沈明玉靠着沙发，双眼紧闭着，像是睡着了一样。我走到他面前，正想着要不要帮他扶到房间里去，手刚搭到他的手臂上，不料脚下被什么东西一绊，我整个人重心不稳，直接一整个人跌跪在沈明玉的腿上。不经意间，我的嘴唇好像轻蹭到他的下颚上，动作太过暧昧了。我咻的一下满脸充血，刚想挣扎着从他身上起来，不要动！我身子一僵，突然感受到腰部被某种力劲按住。昏暗的光线中，沈明玉的碎发贴着眉，惺忪的眼眸安静地看着我，终于不躲我了。我只是单纯想帮你扶回房间里，你信吗？我心虚地撇开视线。他没有回答，反而低下头，把脸埋在我的脖颈处。他把整个人的重量压在我身上，毛茸茸的脑袋贴在肩膀，似亲吻似啃食，可却没有实质的皮肤接触，只有坚挺的鼻梁不时蹭着我的皮肤，温热的气息喷洒颈间，我感觉脸在灼烧。你干嘛？我说我只是单纯给你挠痒，你信吗？我告诉自己我应该推开他的，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身子却不听使唤了。我们就一直维持这个姿势，一时谁也没有说话。在寂静的环境里，我感受到自己跳动的心脏在加速。突然我觉得谢耀晨的那句话有答案了，我也喜欢沈明玉，或许是早早就在名为家人的羁绊中不知不觉沦陷了。总之我想接近他，去了解他，我想离他更近一步。沈明玉，你之前为什么要装不会说话？过了很久，靠在我肩上的沈明玉才缓缓开口。他喝醉，他声音带着几分沙哑，因为以前的我以为只要不说话就什么都不会失去。县城的那所福利院，这里是爸妈曾经把沈明玉接回来的地方。我有些神差鬼使的推开那扇大门走进去，刚走近就看见一位白发老人正坐在小椅子上摘菜，看见我，他笑盈盈地放下菜，招呼道：孩子，你有什么事吗？我纠结了一下，才问道：奶奶，您知道以前这里有个叫沈明玉的人吗？大概是觉得有点突兀，我连忙解释道：我不是什么坏人，我是他的妹朋友，我来这里是想了解一下他的过去，没有别的意思。不知道是无意还是有意瞒着我，父母从没有和我讲过沈明玉的过去。你说是明玉那孩子啊？看着我的反应，奶奶笑了一下，然后拉出一个小板凳示意我坐下来。坐吧，难得你愿意跑一趟来这听故事。说起来，他的脸突然变得惆怅，明玉他真是个苦命的孩子啊。沈明玉在小的时候就不明白，为什么别人的小孩总是对放学很期待。同桌告诉他，放学多好啊，可以回家吃爸妈做的香香的饭菜，然后打开电视美美的享受动画片，没事还可以和好朋友一起出去耍。沈明玉还是不理解，因为这些情景从来没有在他的家发生过。沈明玉背着书包走到家门口，又听到了女人熟悉的抽泣声，打开门，果然又是他无比熟悉的墓。满地的碎玻璃，抽屉被暴力拉开的痕迹，母亲捂着带有红印的脸坐在地上哭泣，她面无表情地递过纸巾。这个动作她不知道重复多少遍了。妈妈，爸爸他又打你了。嘘。女人不管带着泪珠的脸，连忙抱住她，做起嘘声的动作。不要说，你爸爸听见又要生气了。嘘，不要说，嘘，不要说。沈明玉有些感到疲倦，一个人生气需要的理由那么多吗？因为饭菜多一点盐就打翻整个桌子，因为衣服上不小心蹭上墨水就拳打脚踢自己孩子骂，败家，空的烟盒，输在牌局上的钱，这些就是所谓对一个人施加暴力的理由吗？他想告诉妈妈，要不我们报警吧，
可妈妈却拼命捂住她的嘴，摇着头告诉她不要说这样，你爸爸只是因为输钱了心情不好，他还是爱我们的，妈妈相信你爸爸他只是一糊涂，他还是爱我们的，只要我们一起忍一忍，等一等，等他玩厌了，你爸爸一定会醒悟，好不好？他会吗？他真的会吗？家里还有多少钱能让他去挥霍？看着母亲那双含着泪水的眼眸闪着期待，沈明玉张了张嘴，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日子还得在那个男人的暴力自摧中度过。为了母亲，沈明玉选择忍让。渐渐的，沈明玉发现母亲哭泣的频率越来越少了，每次见到她都是无神的在盯着窗外看，像一个被抽了灵魂的空的躯壳，不哭也不闹了。甚至有天回来，母亲做了一桌子菜，父亲坐在餐桌上，没有像以往一样发怒施暴，而是安静抽着烟看着报纸。母亲对他笑着说欢迎回来。沈明玉有些恍然，看着这些，他感觉好像一切又恢复到以前那个和谐的家。那时的爸爸还不爱去赌场逛，会坐在沙发上看报纸，耐心问着他的学习情况。难道真的像妈妈说的那样，爸爸他真的改变了？明玉，今天是妈妈的生日。看到沈明玉发愣的表情，母亲端着菜走出来，笑着解释说难得你爸爸主动提出要庆祝一下。看着他一直梦寐以求的场景，沈明玉眼眶泛酸，就让他相信妈妈说的是对的，爸爸他只是一时糊涂了吧。对了，妈妈今天还点了蛋糕，忘记叫你回来的时候取了，可能等下还要再麻烦你跑一趟。没关系，妈妈我现在就去。沈明玉连忙弯腰换鞋。明玉，手刚搭到门把手时，母亲突然叫住他。沈明玉抬头，发现母亲盯着他的脸在看。怎么了，妈妈？母子俩对视着，他突然发现母亲什么时候瘦了很多，原先有些婴儿肥的脸部都瘦得有些凹陷。母亲欲言又止，那双清亮的眸子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沈明玉一时没读懂。妈妈，没事。他最终只是笑了笑。我是想提醒你路上要小心。我马上回来，等下我们一起吃蛋糕。那时的沈明玉不知道，母亲眼眸传递的感情叫诀别。沈明玉在面包店接到蛋糕时，外面突然开始下起了大雨，时不时还传来一阵雷鸣。听着雷声，沈明玉突然有点心慌，他也不知道他在慌什么，他总感觉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了。他想快点回家，但是外面狂风暴雨让他止步难行。小弟弟，这么大的雨走不了的。店员小姐姐看他焦急的样子，以为他是想迫不及待回家吃蛋糕，好心提醒道，放心吧，这个蛋糕放1个小时也是可以吃的。但小姐姐的话也没有让他情绪好转很多，他依旧盯着窗外的雨，攥着蛋糕的手也越来越紧。雨势变小后，沈明戴上卫衣帽子，用身子护着蛋糕，一路小跑回家。妈妈，我回来了。无人回应，没有开灯，整个家是昏暗的。沈明玉心慌得更厉害了。妈妈，突然一道闪电划过，沈明玉看到了倒在餐桌上的2个惨白的脸庞，其中一个是妈妈。啪一，沈明的手突然一松，蛋糕掉到地上，全糊在透明包装硬纸上。到最后，沈明玉也没有吃到和一起家人分享的蛋糕，因为家中等待他的是2具尸体。这件事当时一下惊动了邻坊，整个小区警笛声响彻。经过实地调查后发现，客厅里的抽屉里放着1瓶农药，1盒氟呋沙明。他妈妈也真是狠心，直接是在自己和那个男人的饭菜里都放了农药。院长奶奶深深叹了口气，那个蛋糕只不过是故意编了个理由支走沈明玉罢了。沈阿姨因为家暴早就抑郁了1年多，她自陷泥潭而不知，她始终相信她的男人只是一时糊涂，终有一天会醒悟的。结果呢，她不但输得倾家荡产，还逼着自己把家里最后的家产拿出来还债。她突然感到累了，大概是在最后一刻，不知道是出于对自己孩子的愧疚，还是憎恨自己曾经的软弱，破天荒做出了这样的选择。也是从那天之后，沈明玉再也没开口说过话，无论警察问什么，她都沉默。奶奶说后面送去医院，医生诊断说是叫什么心理性失语症，由于精神创伤或心理因素而导致语言障碍，他不愿意开口，也不想开口。被送往福利院后，从没人见他开口说过话。他们都说福利院来了一个自闭的孩子，只是没过几天，他就遇见了选孩子的盛家夫妇。盛母因为身体原因，生育方面一直不行，于是夫妻商量着去领养一孩子。对这件事情略有耳闻的盛阿姨看到沈明玉单只的背影就觉得心酸，于是当下就决定领养他。但没想到的是，他们领养沈明玉的第2年，却突然意外有了我。那孩子刚来福利院时，跟谁都不说话，就一个人待着。后来我们发现他的手臂上、背上都是伤口啊。院长奶奶还在对我喃喃念叨关于沈明玉的事情，我却早就不知道神游到哪里去了。莫名想起那天雨夜里小心翼翼拉着我的衣角的沈明玉，我突然就明白沈明为什么会害怕打雷了。我的鼻尖涌上一股酸涩。奶奶，谢谢你告诉我这些。我从板凳上站了起来，我的脑子好像只剩一个念想，我突然好想见到沈明玉，我好想见到他，我想抱抱他。我低头看了看时间，这个时候沈明玉应该快下班了。沈明玉的车这几天送去保养了，这几天他都是搭地铁上下班。
我向地铁站跑去，进了地铁口，我才发现今天的人异常的多。我努力在人群夹杂中向前挤，忽然耳边传来小声的议论：发生什么事了？人这么多，好像是地铁中途有塌方现象，好像有人被困，生死不明啊！听到几个关键词的我如遭到五雷轰顶，整个心脏像被人揪了一下。沈明玉，他也会在里面吗？在不远处看到医护人员的身影，我的心得更慌了。我拿手机想拨打他的电话，等待接通的过程中，我拿着手机的手在不断的抖动。我害怕那里面的人是沈明玉，我害怕这通电话会永远打不通了，我在害怕我会失去沈明玉。嘟嘟，短短几分钟的接通过程，我却感觉像过了1个世纪。就在我觉得快没希望时，一个熟悉的声音传入耳膜：程小河。我循着声音猛然转头，根本没注意早就夺眶而出的眼泪全挂在了脸上。我看见离我大概2米处站着的沈明，灯光下他就站在那里，完完整整的站在那里。你在这里干什么？他向我走过来，我抑不住眼角的酸涩，一下冲到他的怀里，抱着他，眼泪哗哗流。沈明玉身子明显的一僵，迟疑了几秒，还是收缩手臂抱紧了我。沈明玉，你没事真的太好了。我整个人埋在他的胸前，声音一抽一抽的。我还以为你。沈明玉低眸看着怀里哭得像孩子似的女孩，还在思考要不要告诉她真相。其实出事时的反方向的那辆车，他没接电话是因为手机静音了。感受到腰部只紧不松的力度，沈明玉只好轻轻摸了摸我的后脑勺表示安慰，但暗处的嘴角却是藏不住在悄悄上扬。不知道哭了多久，我才慢慢松开沈明玉。好了，别哭了，都哭成大花猫了。沈明玉弯腰用纸巾轻轻擦拭我的脸，轻轻叹了口气。在回去的路上，沈明玉一直牵着我的手，路上我们默契的谁也没提刚刚的发生的事，但是彼此间紧握的双手好像在提醒着我们的关系可能不仅仅局限于兄妹了。那个沈明玉，我都知道了。我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坦白道，我都知道了，你的童年，你的过去。他顿了几秒，他像是明白了什么，但最后也只是反扣着我的手，像一个没事人一样，然后慢悠悠地叙述道：一开始我是真的有点心理自闭，奶奶对我很照顾，再后来盛阿姨他们会带我去散心，去做心理治疗。原来这世界还有人会给她像家人一样的爱，但我也没想到阿姨后来会有自己的女儿。她本是想给他们一个惊喜，在她生日那天告诉他们她能说话了，可是自从我出生后，全家人的关注力全到了我的身上。高兴与忙碌中，他们早就把杨子的生日忘到脑后去了。沈明玉看了一眼躺在垃圾桶里证明他恢复的诊断书，说或不说好像不重要了，也许装哑还能让养父母再看自己一眼。去爱的他选择装作继续装病，去得到他原来的那份爱。后来他发现他错了，在喜欢上盛小河之后，他觉得自己好像错了。那天他看到谢耀晨准备跟我告白，他突然就有些慌了。不管是人还是物，即使因为自己的特殊性而依附于自己，但如果自己永远若久不言明，恐怕终有一日被他者觊觎而取。他以为他沉默，父亲就会转变；他以为他沉默，养父母的目光又会回到他身。事实上，他的沉默已经让他失去很多了。这次他起码不想失去他心中在意的那个人。过了很久，我听见他低头对我自嘲道：盛小河，我是不是个很卑鄙的人啊？没有。我抬起头认真地注视他，一字一句地回应道：沈明玉，你很好。沈明玉，你一直都是很好很好的人。沈明玉，让我来爱你吧。这次你不用沉默，换我来走向你。全文完。